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新锐王牌实力派，出行去享更自在。本节目由问界 M6 行业赞助播出。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同城旅行指定赞助播出。夏日豆巴胺，城趣更加分。本节目由 M 豆赞助播出。欢迎回家，新无名趣味玩法与惊喜盲盒就在 AI 衍生互动空间等你体验。来看我笑，来！哎呀，太大片了！有点帅啊！各位雾民请注意，请前往液态区集合。走，先去液态区。像考试一样，终将是要面对啊。反抗不了就要学会享受。嘿，桃花坞行为艺术又来了。成长贯穿人的一生，相信儿时的你总藏着许多解不开的困惑，不妨写下曾经困扰你的心事，让作为大人的你来为自己解答吧。现在，请跨越岁月，与童年的自己来一场温柔的隔空问答。第一名啊，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来，妹夫。这个是声音小一点，这个声音大一点，你可以调。我觉得就是慢慢长大了，成年人就是会学会了掩饰自己的这种脆弱和自己的情绪，然后那个环节呢，就要把这个东西就要突然给它释放出来。我其实就是一开始是不太接受这种形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以启齿、有点羞耻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现在更遵从的是享受当下，所以我很少回头去看小时候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我会用一种更欣喜或者说是更坦然的心态和眼光来看待我的过往和我的童年。啊，这是送我的吗？看看，哇！哎呀，从哪儿找的这个？这是小时候的一个收音机，是我小时候最好的老师。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电视节目是很少的，我就一直非常喜欢听收音机。有的时候呢，晚上就把它放在耳朵边上，就一直会听着它，睡着。如果没有这个收音机的话，我未来的职业道路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安徽，然后一直是方言区。我在进大学之前，没有在生活当中说过一天的普通话。所以在那样的语言环境下，我能够考到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系，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那当然我更愿意觉得这是命运对我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馈赠。这是我自己写给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小时候一直很困惑的，就是长大以后是不是就能想干嘛就干嘛？因为小的时候觉得大人无所不能，我小的时候实在是太听话了，太乖了，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父母长辈嘴里的乖孩子、好孩子。后来大家讨论就是叫青春期的叛逆，我回忆了一下，我完全没有。反而到了中年以后，
会越来越倾向于倾听自己内心。请解开小兔身上的绳子，弯下腰，抱一抱。绳子，这个小兔子仿佛是小时候的我吗？小孩儿，抱抱你。我要跟你说的是，就像现在这样，好好的学习，认真的长大。你将来的人生有苦也有乐，但是你人生的丰富程度，你人生的精彩程度，是你现在连梦想都不敢想的，连梦想都不会想到的。所以你勇敢的长大，美好的明天在前面等着你。爱你，小宝贝。我太喜欢桃姐了，桃姐太可爱了，太从容了。古早的半导体收音机是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未曾见过的。哇哦！天哪，不是模型，是真的哦。哦，这个环节也是跟节目组索取道具的一个环节。对。太好了，我马上就回来，我去去就回。这个我童年的这个回忆的物品是一个听诊器，因为我姥爷是一个大夫，然后我在村里待着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玩具可言，然后那个也没有什么电视可看，白天就玩我姥爷这听诊器，天天假装给人看病，到现在也听不明白。就我很喜欢待在我姥姥家的那个时光。我现在经常做梦，还梦到回到那个我姥姥家那小院里。我的梦里面有很多奇怪的、诡异的事情都发生在那个地方，什么外星人什么的都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小时候呢，那他是一个非常腼腆、非常不爱吱声，见人3棒打不出一个屁来的那种人。能不能全世界每个人都给我1块钱，这样我就有好几十亿了？这个问题，小的时候呢，确实是经常思考，就做这种春秋大梦。春秋大梦，我也想。其实是可以的，只要你能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当然，你如果说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去做游戏，或者是 AI 之类的，现在比较潮流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你要有一个大家给你钱的理由。你只有做到比他们厉害，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这1块钱，包括你想要的一切。我小时候呢，也不是一个很童真的人，我从小就是那个少年老成。就是不爱跟小孩聊天，老跟大人聊天，所以我也不跟你说一些那个所以充满童趣的话了。就是我现在有的这些分享给你，你也能听懂。来了，振聋发聩啊！振聋发聩了。你不是说没有跟小朋友说话吗？我说你现在也是啊。对，我小时候就不整那些那个。你现在也是啊。
哎呀，哎呀，我这个是一个四驱车，而且还是我们小时候那种，一看质量就非常劣质、非常劣质的那种四驱车。是现在的我想要这个四驱车。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虽然从来没有过四驱车，就是我爸妈没给我买过这个四驱车，但我小时候因为我家里是做那个电焊的，我哥哥用那个锯条给我穿了2个小钢钉，然后在2个小钢钉上面，然后用泥做了2个轮子，就做成了一个小车，然后他在前面给我拴了一个绳。拥有了我哥哥给我做的那个小车，我就拿着那个小车，我就牵着它，我就去跟那些小孩们玩四驱车的小孩们一块玩，也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但后来慢慢的，我一直到开始长大之后，我总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多么孤独，多么想要一个四驱车。哎呀，多么难受呀！多么的应该那个时候抬不起头来呀！我一直在试图去回忆那个时候的自己，到底有没有说很渴望说跟别人一样也有个四驱车啊，可以引颈开关，而不是自己拉着它跑，好像也没有。所以说我经常在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可能就很享受那个锯条小车，就很享受那个车跟他们赛跑。有很多时候，我经常会觉得，是长大之后的自己会去心疼那个时候的小孩，但那个时候的小学生可能真的没有觉得这是一件需要抬不起头、需要自卑、需要非得有一个四驱小车的那个。他真的很喜欢那个锯条小车。现在能想到小时候的自己的很多情绪都是很开心的、很快乐的、很自在的、很自洽的。那时候的童年是属于那个时候的自己的，你不要老用现在的感受、现在的想法去感受那时候的童年。现在看着他，我也觉得很开心，他真的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童年。他现在应该也很开心。哼。行啊。没哭不？扛住了吧？啊。哇哦。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我的一张照片。我上次去年生日的时候也发了这张照片，这是我第一个家，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家的房门爬。好，来回答问题吧。长大以后，我还会有翅膀吗？这个是我昨天真的想不出答案，我就想起了我以前画了一个画，就是在画我的翅膀的。跟这边大家提过，就是我的肩胛骨就是可以灵活的自己动。小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被笑。有时候上游泳课啊，我一边的肩膀就会凸在那，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奇怪，像是异形啊，或者像外星人一样。我妈为了安慰我吧，她就会说你是一个小天使，这就是你的翅膀。你是上天派来给你爸爸妈妈的一个礼物，你是来疗愈他们的小天使。
唉，希望桃花坞里面大家都能和自己的内在小孩和解，让自己的内在小孩跟现在最理想的自己一起成长。他给我们展示过，个人季的时候展示的。对对对，个人季。展示过。走吧，小孩，加油，冲啊！这有啥可加油的，肖哥？大王来了！哇，好帅！我有点受不了了。受不了，有多帅，都受不了了，给你美的帅的。哦哟，这个照片不是我开微博的第一张照片吗？哎呀，还有这个照片，这都是我进了公司当练习生之后，在舞蹈教室训练的照片了。哎啊，我才发现。给我放了一本黄冈100分冲刺卷，这竟然是童年回忆。不过这个确实好像也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东西了。我们当时叫黄冈小状元，当时小学的时候，我就很纳闷，我说黄冈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但是为什么黄冈他就要一直为难我呢？哇，这些题看得我现在一下子就回到了我小学的那个感觉。本人小学的时候也是经历过跌宕起伏的，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6年级上册最后一次摸底考试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考得很好了，我考了97分，哇！因为我们满分100、110，有一道附加题，然后有人跟我说，他说你就这个分了，他说你怎么考你也考不过100了。然后那一次我考了年级第2，狠狠地打了他的脸。那是我最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可以记一辈子，啊，确实挺爽的。从那一刻起，我就跟黄冈小状元和解了。这个是我小时候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为啥我妈总周日下午喊我写作业？因为周一要交作业。再不写来不及了。这挺够意思了，礼拜6都没让你写。因为我爸我妈周日下午要看《甄嬛传》，如果我不写作业的话，我就要抢电视看。他的童年是《甄嬛传》，Oh my god！ 那是我们青年的时候干的东西。所以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甄嬛传》这部电视剧。这个实在对不起，因为他不让我看电视。但是我现在长大之后，我理解了，因为当我自己把《甄嬛传》看了一遍之后，我就理解我爸我妈了。《甄嬛传》实在是太好看了，如果说缺1、2集的话，确实很恼火。然后下一个问题，毕业见不到同学了怎么办？哎呀，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自己的事情导致后来无法见面，但是我们相处的那段经历是特别珍贵的，我会永远记下来的。然后我只要一想到它，我就会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因为人和人之间总会有一天会离别的，与其
一直陷入到那种遗憾或者痛苦，或者再也见不到他的那种，可能有一点点失落的情绪里边。对于我来说，我会更愿意去回忆我们当时最美好的那一段经历。记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有回忆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像也就足够了，也就知足了，弄懂《甄嬛传》的美了呗？现在弄懂了。我要看一眼。我来看看你们的教科书是长什么样。哇塞，我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天哪，好熟悉啊！哦，这5年级到这儿了吗？已经，我记得初中呢。这个我也记得是初中，这个就是初中。对呀，但这5年级下哦，挺困难的还。小时候的照片，我已经到了。我讲话这个组织能力比较差，所以给我一点时间啊。现在看到的照片是我的幼稚园的照片，看起来很开心，也很有自信。但其实可能是比较相反的，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我有很多的问题，都环绕在一个点上面，是说为什么我做不到？稍等我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会想哭。我呢学习非常差，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学习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的同学他可以在20分钟以内写完他的考卷，而我竟然在1堂课我写不了几题。这个问题在我19岁入行之后，突然间看到了一个报道，我那时候终于给我了一个答案，就是我有阅读障碍。我从小就有阅读障碍。他给我的答案是，阅读障碍的人看到一团文字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图案，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去找到文字要给你的意义跟意思。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几乎每一次洗澡的时候，我都要打开浴室的门，然后拿着2-3瓶那个洗澡的洗头的，然后问我的哥哥，就是谁在客厅，我就会问他说哪一个是洗头的，哪一个是洗澡的，我永远分不清楚，我都会被骂说你是白痴吗？你自己不会看吗？每一次，但是我小时候做不到，我看不了。所以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进到舞蹈班的时候，然后叫我去拿叫我想要拿多少钱多少桃花币的时候，那一大块字在我面前，我真的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跟导演组说，你可不可以念给我听？拜托你用念的给我听，我耳朵很好，我听得懂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不想输，所以我能做的事情，我会用更大的努力跟更大的专注去实践它，完成它。我觉得老天爷给我关上一扇门，他也为我打开了多扇的窗，所以我的耳朵特别好，我的眼睛，我的观察都特别敏锐，所以其实我今天想表达的就是说，我希望老师跟父母亲、同学多给阅读障碍的朋友，更多的宽容，更多的理解，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更快地找到自己心中所爱跟他们的梦想，他们不会让你失望。我讲完了，谢谢。这是我见过最严重的阅读障碍。对，肯定小时候得老痛苦了。对，就是我们不要再用缺陷，不用再用错误，不要再用不好去定义一个孩子，他可能只是不同。我也有色盲，他也不是病，就是我们不要再把所有的不同都定义为不好，而是应该包容这些不同的东西，它存在。哥哥，不知道在哭什么的，进去的。他那给你布置的就是有神奇的魔力。对。小小敬腾。以前不知道这个的时候，就是会经常有被误解。对。因为每个人学习的方式都不一样。对，哥哥，虽然你读的慢文字，但是你对每个文字的感受都比别人来的强烈。是的。是在唱歌吗？哦！妈呀！天哪！天哪！妈呀！看到这个一下子有点……我第一眼看到的先是我的拉丁舞鞋，一下子就带回了小时候的回忆。这个是我每张都是跳舞的时候。我先回答一下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的宠物去世了以后会变成星星陪着我吗？小学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那个煤厂的平房里面，然后养了3只猫，还有1只狗。它们是算是我童年时候陪伴很多的玩伴。然后后来因为意外生病，反正相继就去世了。那个时候很伤心，我就每天晚上，那个时候真的是每天晚上，我就是看着天空，我就想，我说他们是不是真的会变成星星，然后从天上看着我？可能面对死亡这个事儿是一生要面对的问题，因为随着你长大了，已经不是陪伴你的宠物死掉了。你生命里的很多人都会逐渐离去，但我觉得，反正可能
人这一世活着就是人生八苦，生老病死，哎，爱怨憎，求不得。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所以，哎，没关系，死亡这个事你永远都会面对的，想不通也没关系。而且现在科学不是也这个量子力学发达了，不是也在告诉你，其实能量不会消散的，它可能不一定会变成星星，但是真的会变成一些其他你肉眼不一定能看到的东西，有可能在陪着你。而且最公平的是，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也不用担心。如果考试没考好怎么办？如果跳舞学不会怎么办？其实想到这个问题的有一小段故事，是我之前有去催眠，当时催眠师引导我就是闭上眼睛，推开门，有没有看见小时候的自己？其实当时因为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引导，我当时真的很神奇，我真的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催眠师引导我说，如果现在的你问小时候的你的一个问题，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很厉害，被很多人都知道了耶，但是在网上很多人骂你呢，我说这怎么办呢？然后小时候的自己就说，你认识他们吗？我说不认识，那就不重要了。所以从那以后，我经常试着去跟我内心的那个小的时候的我对话。如果我现在会经常觉得自己没做好，又自我苛责，我就会说，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说你现在你现在你现在很安全，没有人会责怪你。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你做得很好。我现在是长大了的你，我会保护你的。哎呀，这小拉丁舞鞋我一看，哎呀，也是拉丁少女啊，我姐，哎呀，小小一个，真行。谢谢。哇，太可爱了，这么小小的，辛苦了，辛苦了。袁咏仪，对，我小时候就是玩这种娃娃的，还有衣服可穿可换。哦，我也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身材没有那么丰满呢？太谦虚了。姐，你看看我呢？我在开始拍戏呢，在开始听到的话都是，袁咏仪呢是什么都好，漂亮，头发多，眼睛好看，但是就是飞机场。大家知道了 ，airport， 飞机场 ，airport， 啥意思呢？很平。但是呢，袁咏仪还没至于很平，它就是飞机场上面的一些小坡，所以呢，
那个时候每一次听到人家这样说，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也没有说很不开心。直到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因为脖子后面长了一颗痣，我必须要找整容医生帮我弄，我才不会看出有一个疤。我很记得我进去那个医生的房间的时候呢，我一看他的桌子上面放了不同型号的那个假胸啊，放了不同的型号。我在想，哎，原来在其他人的心里面，袁咏是需要去隆胸的。那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呢，那个还是我自己吗？我现在想跟那个时候的袁咏仪说，还好你没有去隆胸，不然你就可能没办法碰到你碰过的作品，碰到你喜欢你的人。有时候外形并不是你最重要的东西，反而你怎么把自己活得更精彩，活得更有性格，那你才不会对不起你自己的身体。然后第二个呢，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呢，有点凡尔赛的，嘿嘿嘿。我就说，我爸爸太爱我了，怎么办？好幸福的问题。好幸福。我爸是一个大概182高的帅哥，超帅。他是个警察。我怎么形容他的那种霸气呢？就是他跟同事去巡逻，他们碰到一些古惑仔，我老爸一刹车，啥事呢？那些人全部乖乖的把身份证拿出来，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是有多有霸气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警察宿舍的，警察宿舍只有一个小卖部，然后就是50米以后呢，就有一个小摊。那个小摊跟那个阿姨呢，在卖那些肠粉。我记得有一天，就是很多天了，我都会这样耍我爸的。我就先跟他去小卖部，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想吃肠粉，他就立刻要跑去50米去买那个肠粉。然后可能吃了2口呢，我要说我要吃别的东西，他要跑回去小卖部要买给我。这样来来回回，大概3、4遍吧。所有街坊呢都知道我爸是怎么宠我的，他就像一个傻瓜一样被我每天这样耍。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妹妹，然后我哭，不停的哭，我爸就会打我哥，让我哥陪我一起哭。好幸福。那哥哥好可怜。我妹妹也跟我一起在哭，但是只要我喊我爸就会过来抱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的爱我，直到他现在年纪大了，是我妹妹在照顾他的。但是呢，他跟我妹呢，就3几天就会吵起来的。但很奇怪，只要我打给他，我跟他说了，他就立刻就不会再吵了。所以我现在要跟以前的袁咏仪说，就是你太幸福了，你就是有一个，真的是从你出生到现在50几岁都那么爱你的老爸，你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我爸差不多80了。看到我老爸那个照片，我觉得，哎，他从一个很帅、一个很有英气的一个男人，然后你看到他现在慢慢变老了，头发白了，然后记性也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有时候我跟他说完的事情，他都会忘记，然后他会忘记以后，他都会再问一次。我呢是不是那种很有耐心的跟他去说，你问过了这样，我就直接说你问过了，不要再问了这样。但是他的反应是好，所以那个画面在我那一刻我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的呢？我就觉得啊，到底是他欠了我什么呢？我希望他跟我妈呢都要永远身体健康，继续去吃喝玩乐。对，谢谢你。主珍，哎，好棒，可以吧？可以，没到1个小时啊，怎么样？好，不要看我的身材，一来没看你的身材。哎呀！你把胜哥，我爸真的很帅的。嗯，听你说就能感受得到，而且看你也能看得出来。真的吗？嗯。噔噔噔。啊，要走进那个说有小时候的我的小屋了。听海了，听海，听海，听海了，听海了。其实这个环节很久很久，我在进去之前确实紧张，我很佩服大家的勇气，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小时候的自己，去说一些小时候的过往给大家听。果然小时候黑眼圈就那么重。他应该对我充满好奇吧？没想到我从这么小一只长到了这么大一只，对我非常的好奇，对我非常的新鲜。黑大帅，从小就黑。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最后来接我？怎么样才能快一点长大？这个问题是来自于我幼儿园的时候。我幼儿园就跟老师一起住在宿舍，放学了，日落。然后那个橘红色的太阳打在了地板上，非常温馨的一个画面。然后每一个小孩子都陆陆续续的被家长接走了，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就在学校里，没有被接走。我就很期盼我也被带回家。对，
我不理解的是，那么温馨的画面，为什么我不是温馨的那一个人？我不理解，小时候为什么幼儿园就要寄宿？其实从幼儿园回到家的距离，我现在长大了，我记得也就才走路也就才10分钟。所以我那会儿我就想着，就快点长大，我不想做那个被接走的那一个，我想做接别人的那一个。但是现在长大了呢，我又想对小时候的自己说，千万不要想着快点长大，长大了你一定会想着说还是小时候好，听到了吗？好好珍惜。这个呢是我小时候的12板，老好玩了。走，拜拜。孤单的留下。哎呀，他滑呢！哎呀，孩子！哎呀！哎呀！你这还用谁接呀？自己咱就滑家去了。滑回来了。滑那个蛇板回来了。哎呀！这个老好玩了。哇！屋里又多一个交通工具。我还能翘头。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玩的时候一下子就没了。我现在也对这个问题产生疑问。蚂蚁不认路，怎么找到家？只有这一个我会了，因为它有触角。小时候的问题现在还是解答不了。哎呀，4驱车悠悠球。哎呀！打电话的照片，小的时候，这小伙一看就闯实。哎呀，小样儿，多帅啊！这姿势，现在摆都没有小时候那么照着好看了。真白净，眼睛也大，眉毛一般，应该让肖哥给你修修眉毛。挺幽默呀，这。为什么爱我的人总是会消失？你看，小的时候，这个问题问的就充满了哲思。小的时候，就是身边好像没有特别完整的一群人围绕在我的身边。跟我妈好2天呢，我妈就消失了。跟我爸好2天呢，我爸就，消失了。与其纠结为什么爱你的人总是会消失，不如小腾根儿啊，你可以学会怎么去爱身边的人，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做得非常好。可以对每一个你觉得值得爱的人，都义无反顾地去对他好，这样哪怕有一天因为很多的不得已，你们的人生不再会有重叠，最起码你不会有遗憾。消失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可怕，但是遗憾会让你有些无所适从。为什么奶奶会长白头发？这个小的时候呢，
我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有些聚少离多吧，是我奶奶给我带大的。我第一次认识我奶奶的时候有印象，我奶奶头发还是黑色的，后来呢，家里人都不在我身边了之后，奶奶的头发就越来越白了，但是在我自己的心里呢，我觉得我奶奶的头发是被我一笔一笔画白的。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夏天特别热，我就得了水痘，每天发烧。我奶奶呢就抱着我，她没得过水痘，这老太太身体比较硬朗，没得过水痘。她呢就抱着我哄我睡觉，一宿一宿的熬夜，就这么着，就把头发给熬白了。白色是一个特别漂亮的颜色，因为东北的雪就是白色的。冬天白色越来越多，就代表着你离春节越来越近了，就代表着你身边那些你渴望见到的人即将会回到你身边了。下雪的那个白色和我趴在奶奶背上的那个白色是一种白，就是这一抹白色治愈了我的童年。但是现在我很棒，非常好，没让你失望。小腾根儿，你也不要太难过，你很孝顺你的奶奶，你把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好，但我知道你不需要我跟你说这些话，因为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强的小孩，很灵动，跟学校里面的同学关系处的也好。这小锁我不给你解开，你自己也能挣不开，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但我还是给你解开吧，因为八成呢，楼下又有人喊你名字叫你出去玩。好好玩，少打架，少让奶奶操心，知道吗？别的没什么了，都能适应。拜拜。讲到亲情嘛，亲情是我没办法，这是我死穴。我会自己想，因为他讲他奶奶嘛，然后我也很想我奶奶呀，都能适应，都能适应，有你们在身边。但库腾，你确实会爱人，真的，省得有遗憾。哎呀，你们这都长得挺大呀！这你上去了，我就不听你的了，哥。我俩走了，不听了。行，去呗。没事，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估计还没出来呢。哎呀！哎呀，这西瓜太棒了！哎呀，这造型，哎呀，你们看不到照片哈，我这照片造型都挺奇特，挺有派。
我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我其实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长大又如何定义呢？我觉得可能到再过10年20年，我也不会长大。可能长大不是突然的，它是一点一滴的，在不知不觉中的。我觉得长大可能是有更多能付出爱的能力，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其实小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希望长大可以保护，自己的家人，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但是长大了，你发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都离开了。我觉得可能这是我现在的困惑。哎呀，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着急的长大，所以现在更怀念小的时候。我的问题回答完了。解开这个绳子，其实没有被束缚。其实我觉得人生就像是一趟不会靠站的列车，它一直往前走。我觉得请珍惜眼前的风景吧，就不要回头望的时候，发现那个风景你也看不清楚，越来越模糊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选择不长大的权利。结束。冠英哥，别哭。留点吃。哎呀，谢谢。观音哥发言的时候，其实，在那一刻我是本身有一点点不太好控制。你小的时候没能力的时候呢，你总是觉得想要去保护身边的人，可是当你真正可以去保护那些人的时候呢，那些人可能又不得不从你的身边消失了。我并没有想去安慰观音哥，当你从那个情境里面出来往回走的那个路上，你会有一点点失真，你又轻轻地撕开了自己的伤口，所以我觉得当下的那个拥抱很重要，尽快的让它再重新的愈合上就好了。就那一下，你知道吗？就突然想到这个事儿。我早知道我自己要回答，我就不写那个问题了，完全不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写都写了。啊，这是我的微博头像。我小时候长得好丑啊，因为我妈她很忙，然后她不会扎头发，所以小时候我就一直是短头发。然后我小时候就剪这个头发，在厕所被拦过，因为太短了。
然后抱着我家的兵马俑，我还把兵马俑的头拿下来过。什么兵马俑？兵马俑，他把兵马俑的头拿下来。玩具吧。西安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兵马俑吗？这得问陕西人了。我小时候好胖，因为小时候跟妈妈很忙，然后跟姥姥姥爷一起长大的，然后他们就老给我做吃的，然后吃很多。小时候特别爱吃幼儿园的丸子汤，然后身为家里的嫡长女，嫡长女，二舅和大舅他们把他们的爱都给我了，我觉得很幸福。也想他们了。对于见不到的人，你要怎么告别啊？对于再也见不到的人，要怎么告别？半年前还是1年前，然后我姥姥突然有一次摔跤了。她摔完跤之后，好像就有点阿尔兹海默症。她现在好一点了，她现在还能说话。但是我当时人生第一次面对了一个很巨大的题目，就是我要怎么跟老年人告别啊？我害怕我有一天出差，拍完戏回家推开门，姥姥如果问我你是谁，我会疯掉的。所以我很不负责任的说，我会害怕回家，我会害怕去真正面对这个事情，我怕在家里待久了，我好想他们，所以我会在自己习惯被陪伴之前，我会离开这里。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大家告别，我害怕我所有我喜欢的人，我想陪着我的人，他们如果有一天不陪着我会怎么办？我不知道。下一季如果大家真的分开了怎么办？我不知道。所以那天我一个人在大家上粤语课的时候，我出去骑自行车绕了很久，我就想再给自己做戒断，我怕我到时候戒断不掉会很难过。好没有用的大人啊，都快30了还不知道怎么告别。目前徐若涵的方式就是逃避，然后用下一个工作去把现在想见另外一个人的心情去盖住，这样就不会难过了。所以西西你辛苦啦，然后虽然小时候就是迷迷糊糊的在过，但是你现在在这里是西西大王了，你很酷的在长大。躺一下吧。拜拜。大王啊，实在太动情了。我一个问题都没有答上来，怎么办？没事。哎呀，哭得像个小猫咪一样的，嘤嘤的哭，它就像个小猫咪。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你做得很好。我觉得我奶奶的头发是被我一笔一笔画白的。希望长大可以保护自己的家人，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
这哭完眼睛更大了。嗯，你哭完之后眼睛更好看了。哭完更好看了。嗯，还有纸吗？我先吸个油，哥。我走了。哥擦眼泪的纸给你。哎呀妈呀！这种都干了，都干了。太干了，太干了。走了。啊，如娜，来，嚯，我照片儿。哎呦，这个好。这我15岁还是16岁？第一次去呼和浩特，我们内蒙的首府。哎呦，就这个我对他的感触最深。我们家有一个摇篮是我太爷爷做的，我爷爷一出生就在那儿睡，然后再长大，然后我爸爸，然后在那个摇篮上睡，再长大，然后到我，然后现在是在我女儿也是在那个摇篮上长大的。我完事儿了。啊！讲解照片，真的是一直都是这个 style， 真的。为什么我的成长那么的自由？对，羡慕吧？真的是非常的自由。我小时候非常开心，虽然就是我们那个地方穷一点，但是周围都是满满的爱，所以就小时候就没有什么都很开心。我现在是有困惑，我现在最大的困惑就是说，我有点对不起我爸妈。我跟我妈发信息，给我爸发信息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当然，他们也理解我，我在外面也其实挺忙的。还有更多的时间是在于我老婆、我孩子。所以就希望我爸妈吧也能理解儿子吧。当然，他们也就是，当爸妈的全是这样。我也是当了父亲，我才知道这种感觉，就越来越觉得爸妈的爱原来是那样的。所以就，然后感谢我的家乡，内蒙，兴安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成就了我现在的这样的我。只要心中有爱，不要怕，大胆的，大不了回家放羊呗，是吧？所以一切都是看你自己想干嘛，你就认认真真的去干，不要在乎那么多。反正爸妈给了我一个生命，剩下的就是看我怎么造化了。说得挺好。说太好了，走。我看你这摇篮拿没？拿了。这是摇篮吗？这不是床吗？不是，你看这节目组，你看这整的，人家都认为是床了，失败啊。这种凹陷的吗？行，继续加油，拜拜。如果你会飞，你想飞到哪儿？一直飞。如果你永远不累，你想玩多久？一直玩。这问题问得好。为什么我会不开心？开心能不能一直留在身上？把不开心忘了，不就都是开心了吗？对。哎呀，这是张老照片了。这大概是我2岁时候吧，好像是。这个拿了个悠悠球，就是小时候有一个电视台，然后呢，每天中午他会
轮番播放一个这个电视剧叫《火力少年王》。哎呦，所以悠悠球是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东西。哎呀，这个环节其实就是我跟阿如娜是一个情况，就是在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困惑，天天玩呢，哪有困惑？我觉得大家分享了很多，小时候的快乐的事情，然后不一样的经历。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是，就是我们怀念小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已经过去了，我们回不到那个最开心的、无忧无虑的时候了。但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呢，其实它还存在，它一直在我们身边，它甚至它和我们同时是存在的。我经常看到我小时候的自己，然后不同年份的，不同年份的自己，这不同年纪的，可能是4岁的、2岁的。15岁的、20岁的，我经常会去看他们，就是当下的我们对曾经的自己也是有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时空，它其实是我理解的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珍惜当下，然后让它在另外一个可以说是平行时空吧，影响到它，让它做出一些些许的改变，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对于童年的更好的一个回馈吧。毕竟他经历了这么多，变成了现在的我。我也希望他能够在以前的那个时空过得勇敢、快乐。讲得不错啊。这底收的非常不错啊，哥。来个飞龙在天。哈哈。哎呀，来了，来了，什么来的？啊，有些疑问。哦，这是我们问的问题。哦，这问题是我们问的啊，这是我们问的。谁问的我游戏菜啊？我问。你好菜呀！多累。个回答是吧？就喊妈妈来教他。那打游戏太大，直接不打算了。那就要专心学习。哎呀，这个叫少年老成。其实打游戏的话，它不止去争夺那些什么资源啊，它就是你交个朋友也好，也是好的。哎呀，这孩子现在啊，这都可以成为我的导师，人生导师。抓狂的喜欢，抓狂有点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个要怎么让一个人疯狂的爱上你？你问呢？给他买东西，拿去送黄金币。送什么？黄金。哇，送黄金不可以吗？哎呀，霸总。不一定要让你喜欢的人喜欢你啊，太强求也没有用啊。哎呀，小大人儿，在这个世界添加了一些乐趣。我们来这个世界上是来玩的。每天玩看电视，然后学习，玩看电视学习，睡觉，吃饭。吃饭我喜欢吃土豆。爱上学上班的，爱上学上班的可以。你的使命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呢，让你觉得自己很开心，那就可以了，没有那种必要的使命，就是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哇，全是哲学家啊，这小孩们，好厉害！
我小时候到底在干嘛？其实每个小孩也很辛苦，他们至少在他们的小天地里也是在努力的拼搏。他们对这个世界有这样充足的想象力，他们可以以这样可爱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 yes or no， 对，它有它的规则，它有它的道理，需要你自己去发现，就是看你敢不敢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小朋友们能想得这么好，反而你成年了自己会给自己很多束缚和枷锁。从小朋友们的嘴里听到答案，反而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治愈。其实我特喜欢这个环节，大家都能说说自己的掏心窝的话，然后这样彼此才能走得更近一点，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好兄弟、好姐妹。结束了。我说实话啊，就是这个走心趴吧，就是你因为它是一些特别不容易说出口的话，然后呢，你有这么一个机会呢，硬逼着自己就是把这个话说出口了，其实挺释放的。而且实话，就每一次这个活动啊，它都能让你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就你以前不会去细下心来思考这个事儿。你比如今天这个道理，我说实话，我想出来之后，你也豁然开朗，对我帮助老大了。因为你老觉得我小时候怎么这么可怜，对，想整个赛车也没有。但你小时候虽然也很渴望赛车，但肯定不会像现在一样觉得当时的自己可怜。我觉得其实这活动挺有意义，挺有意义。就这屋里面的15个人，就是你说出来的那个事儿，他不会鄙视你或者是嘲笑你，那肯定不会。然后每一个人他都是在认真的聆听着你的那个想法。而且你们是有过一段很特殊对情感经历的朋友，对经历，他能够更加懂你。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说完了之后，我就感觉心里面很畅快，真的很畅快。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新锐王牌实力派，出行去享更自在。本节目由问界 M6 行业赞助播出。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同城旅行指定赞助播出。夏日豆巴胺，城趣更加分。本节目由 M 豆赞助播出。每周4、周5来腾讯视频看50公里桃花坞第6季，12点 SVIP 更新 ，VIP 次日12点抢先看1周。每周6、周日12点 SVIP 惊喜加更，看更多正片未播精彩内容。每周1、周2 12点 SVIP 更新会员专享衍生，超越目标物名物的心头号、物名趣事、花样好物和多面爱好等你揭秘。周中更有各种精彩花絮及艺人 Vlog 放送，更有不定期惊喜直播等你解锁。刚好天气晴朗，桃花又开放，刚好安静的窗落一束晨光，刚好你的脸上有温柔荡漾，刚好人海茫茫，我们正相望，我们飞。别后的某天再次抬头望，又想起那时曾肩并肩一起唱，刚好所有的呼唤都有回响，刚好每一个夜晚都有星光。分别后的某天再次抬头望，又想起那时曾肩并肩看过的月亮。你又背起行囊，
上微博参与50公里桃花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追踪感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桃花坞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网易小蜜蜂、新浪新闻、百度百科、Zaker、丽丽城传媒、知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